很多人都以为家里的风水决定了我们的财运和健康，摆个金蟾，挂个葫芦，就以为能万事大吉。但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个可能颠覆您认知的秘密，很多时候毁掉您家运、掏空您身体的，不是那些看得见的风水，而是您身边那些看不见的人。他们笑着向您走来，看起来满心善意，但实际上他们就像一个无形的能量黑洞，正在悄无声息地吸干您的财气、福气，甚至是阳气。这绝非危言耸。我研究易经，看透人心几十年，发现了一个铁律：一个人最大的风水其实是他的社交圈。您跟谁在一起，决定了您成为谁，也决定了您的命运走向。今天我就要为您揭开5种伪贵人的画皮。这5种人可能就在您身边，甚至被您引为知己。请您一定花时间听完，这可能比您做10次风水布局还要重要。因为识别并远离他们，就是在为您自己和您的家庭布下最顶级的护身风水局。我们先来说第1种人，我称之为久旱逢甘霖式的索取者。我先问您一个问题，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一个10几年甚至20年都没什么联系的人，可能只是当年短暂的同学、同事，甚至是一面之缘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像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，带着满脸的笑容和热情，给您打来电话，或者直接出现在您家门口。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不是有点受宠若惊？心里暖暖的，觉得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人家还记得我，真够意思。如果您这么想，那就要小心了，因为这种突如其来的热情背后，十有八九藏着一把为您量身定做的钩子。易经里说得非常透彻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一段正常的人际关系就像煲汤，需要文火慢炖，细水长流。它应该是平时有来有往，逢年过节有个问候，而不是像坐过山车，平时在谷底，突然一下子冲到顶峰。这种反常的背后，一定有您看不见的目的。我给您讲个发生在我一位老友身上的真事。他姓李，是个退休教师，一辈子教书育人，桃李满天下。李老师为人特别善良，心也软。他有一个学生，当年特别聪明，成绩拔尖，李老师对他倾注了很多心血，印象极深。可这学生毕业后10几年杳无音信。突然有一天，这个学生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，还带着另一个人来看望李老师。李老师高兴坏了，觉得自己的心血没白费，学生还念着师恩。师生2人相谈甚含欢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这个学生话锋一转，开始诉苦，说自己做生意周转不开，孩子在国外读书等着用钱，看能不能请老师帮忙，以老师的名义贷一笔款。旁边那个人就是银行信贷部的。李老师一听，自己最得意的门生遇到了难处，哪有不帮的道理？加上对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他觉得自己只是签个字，举手之劳。善良和对往日情分的回忆，让他完全丧失了警惕，当场就用自己的名义给学生贷了10几万。结果呢？噩梦开始了。几个月后，学生又用同样的理由来借钱，李老师又帮了。再后来，催债的电话像雪片一样飞向李老师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那个曾经他最骄傲的学生，早就把他拉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本该安享晚年的李老师，退休金被冻结，为了还债，一把年纪了还要出去打零工，晚景凄凉。您看，这就是突然联系你的人的可怕之处。他为什么突然联系您？因为他把身边能借的都借遍了，能坑的都坑完了，他把您当作最后的备胎。他为什么偏偏找上您？因为他吃准了您的软肋，他知道您重情义，知道您心善，不好意思拒绝，更知道您不设防。这在博弈论里叫信息不对称。他把您的性格、弱点研究得透透的，而您对他这些年的经历和真实人品一无所知。易经里有一卦叫虚卦，等待的虚。这一卦告诉我们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不要立即行动，要等待。等什么呢？等时机，更是等自己看清真相。当一个许久不联系的人突然找上门，您不要马上答应任何事，您要做的就是先热情地招待，但把事情放一放。您要冷静地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他为什么偏偏现在来找我？第二，他为什么不找别人，单单找我？第三，他所说的事情有没有经不起推敲的漏洞？您就这么一等一想，很多虚假的热情和精心编织的谎言就会像退潮后的礁石一样，裸露出它本来的面目。记住，真正的君子之交一定是温润如玉，和风细雨，绝不会是狂风暴雨式的出现。接下来要说的第2种人，比第1种更隐蔽，也更危险。他们就是嫉妒心极强的人，我称之为见不得你好的能量吸血鬼。嫉妒是人性中最阴暗、最丑陋的情感之一。易经乾卦说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一个真正有格局、有修养的人，看到别人比自己强，他的第一反应是欣赏，然后是奋起直追，努力让自己也变得更好。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循环。但嫉妒心强的人恰恰相反，他看到你比他好，他想的不是如何让自己进步，而是如何把你从高处拉下来，让你变得和他一样，甚至比他还差。他的快乐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成就上，而是建立在你的失败和痛苦上。这种人是您身边最可怕的风水破坏者。我曾听闻一个真实到令人心头发冷的悲剧。有2个年轻人，高中时是同窗好友，成绩都不错。后来一个考上了顶尖名校，一路读到研究生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另一个虽然也上了大学，但进了校门就放纵自己，沉迷网络游戏，学业一落千丈。那位读研的同学出于真诚的友情，不忍心看老同学就此沉沦，还特意打电话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归正轨，不要荒废了学业。您猜那个沉迷游戏的同学是什么反应？他没有丝毫感激，反而觉得对方是在炫耀，是在居高临下地嘲笑他。他内心的嫉妒像毒蛇一样越盘越大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把那位劝他的老同学约出来吃饭。席间，他趁对方不备，抽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凶器，一条鲜活的生命，一个本该有大好前程的年轻人，就这样断送在昔日朋友的嫉妒之火中。这个故事虽然极端，但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在强烈的嫉妒面前，人性会扭曲，理智会丧失。他眼里看到的不再是朋友的关心，而是刺眼的优越感。他无法接受别人比他强这个事实，唯一的念头
就是毁掉那个比他强的人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剥卦，剥落的剥。这一卦的卦象是山覆于地，高山被一点点侵蚀剥落。嫉妒心就像这股无形的侵蚀力量，它会一点一点地剥掉一个人的良知、善念，最后让这个人变成一个只剩下阴暗和恶毒的空壳。我们常说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嫉妒心强的人，往往就是典型的德不配位。他总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你所拥有的一切，但他又不愿付出同等的努力，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最省力也最恶毒的路，毁掉你。和这种人相处，你就像生活在一片沼泽地里，你越优秀，他就越恨你；你对他好，他觉得你在施舍；你不理他，他又觉得你看不起他。无论你怎么做，都是错。那么，怎么识别这种藏在暗处的小人呢？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。第一，他特别热衷于打听你的隐私，你的一举一动他都想知道。第二，当你分享好消息时，他从不会真心为你高兴，要么装作没听见，要么就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语气来贬低你。第三，他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当着你的面夸你，一转身就对别人说你的坏话。第四，一旦你遇到困难或挫折，他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和幸灾乐祸。如果您发现身边有具备这些特征的人，请务必提高警惕，和他保持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距离。这不是无情，而是自我保护。您要明白，他的问题不在您身上，而在他自己那颗早已被极度扭曲的心。远离他，就是净化您自己的能量场。这世上有没有免费的午餐？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心里都有答案。没有。可为什么当便宜真的摆在面前时，还是有那么多人会心动，会上当呢？这就是人性的弱点，贪。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三种人，就是那些突然给你便宜占的人。我称他们为用小恩小惠给你下套的投喂者。易经里讲，吉凶毁吝，生乎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人世间所有的吉凶祸福，都源于你的一念之动。你看到便宜，动了贪念，想去占有，那么凶和毁的种子，可能就在这一瞬间种下了。我身边就有个活生生的例子。一位朋友要装修房子，本来已经找好了装修公司，价格、方案都谈妥了。结果他的一位朋友听说了，立马跑来跟他说：哎呀，你找那家太贵了，我认识一个施工队，老板是我亲戚，保证给你最低价，质量还好，至少能省下好几万。我这位朋友一听，能省好几万，这可是不小的诱惑。于是他动心了，推掉了原来的公司，换了朋友介绍的这家。结果呢，从开工那天起，麻烦就接踵而至。工人技术粗糙，水电改造乱拉乱接，今天说这里要加钱，明天说那里材料不够要加钱，整个过程闹心又糟心。最后算下来，不但1分钱没省，反而比原来的预算多花了好几万，房子还装得一塌糊涂。他后来才打听到，那个所谓的朋友，每介绍一单生意，都能从那个施工队老板那里拿到高额的回扣。您看，这就是贪小便宜的代价。那个朋友为什么要给你推荐这么大的便宜？真的是因为他把你当兄弟，想让你省钱吗？别天真了。
他只是把你当成了他赚钱的工具，用你的信任和贪念来为他自己谋利。易经里有一句话叫利者义之和也，意思是真正的利益必须建立在道义和正当的基础上。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朋友、出卖信任的人，就是不义之人。这种人今天能为了几万块钱的回扣坑你，明天就能为了更大的利益把你推向更深的火坑。记住一句老话，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那些突然送到你嘴边的便宜，往往都包裹着最昂贵的代价。他们给你一点小利，是为了从你身上图谋更大的利益。易经里有一卦叫损卦，减损的损。这一卦的智慧非常深，它讲的不是简单的减少，而是损下益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时候你需要主动损失掉一些眼前的次要的东西，才能保全和获得更长远更重要的东西。当有人给你便宜的时候，您就要学会用损卦的智慧。你要主动损掉那个小便宜，也就是舍得。你宁可多花一点钱，找一个信得过的人，也不要去占那个来路不明的便宜。您损失的只是一点点小利，但您保全的是您的财产安全和内心的安宁。这就是损下益上的大智慧。这第四种人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常见，他们往往看起来非常成功，能力很强，社交手腕也很高明。他们就是目的性极强的人，我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什么叫目的性太强？就是他做的每一件事，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指向一个明确的有利于自己的结果。他与你交往，不是因为欣赏你这个人，不是因为与你情投意合，而仅仅是因为你有用。你的权利、你的人脉、你的财富，或者你能为他提供的某种便利，才是他与你交往的唯一理由。一旦你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他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，甚至连一句告别都不会有。易经里说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意思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美德就是生养万物而不求回报。这是一种无私的纯粹的给予。但目的性太强的人恰恰与大德背道而驰，他所做的一切都要求回报，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回报。在他的世界里，人际关系不是情感的连接，而是一场场精准计算的价值交换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办公室里很常见的故事。有两个人是同一部门的同事，平时关系看起来非常好，经常一起吃饭，称兄道弟。公司出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，两个人都想争取。按照流程，需要提交一份申请报告给人事部。其中一个人因为手头项目太忙，就拜托另一位好兄弟帮忙提交一下。结果到了面试通知下来的时候，只有那个帮忙交表的人收到了通知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，那个所谓的好兄弟根本就没把他的申请表交上去，而是偷偷扣了下来。为了自己能够顺利晋升，他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朋友的机会。这就是目的性太强的人，在他们眼中没有情义，只有利益。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，他们可以随时出卖朋友，背叛信任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同人卦，志同道合的同人。这一卦告诉我们，真正牢固的关系是建立在同心同德的基础之上。所谓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只有价值观相同，人生追求一致的人，才能真正走到一起。如果一个人与你交往的目的
仅仅是利用二字，那你们从一开始就不是同路人。如何识别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？第一，观察他对不同人的态度。如果他对有权有势、对他有用的人就点头哈腰，热情似火，而对普通人，比如服务员、清洁工，就冷若冰霜，颐指气使，那他大概率就是这种人。第二，观察他是否总在算计，他做的每件事都要权衡利弊，绝不吃一点亏。第三，观察他与你联系的时机，如果他只在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才会想起你，联系你，平时对你不闻不问，那他更是这种人了。遇到这种人，你要做的就是保持距离，不要投入过多的感情和信任。他的好是有条件的，他的情是需要计算的。一旦条件不复存在，这份情也就烟消散了。真正的朋友是心与心的感应，而不是一场精密的算计。最后这第五种人是最危险的，甚至可能给您带来人身伤害。他们就是情绪极端的人。什么叫情绪极端？就是他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，极不稳定。前一秒还跟你谈笑风生，后一秒就可能因为一句话、一件小事，瞬间暴跳如雷。他们是行走在您身边的活火山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发。易经里非常强调一个概念，叫中正。什么叫中正？就是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。一个人的情绪也应该保持中正的状态，平和稳定。高兴的时候不过分狂喜，悲伤的时候也不至于崩溃。如果一个人的情绪总是大起大落，并且很容易走向极端，那这个人就是失去了中正之道，他的内心是失衡的，也是非常危险的。这里我要讲一个令人无比痛心的真实案例。一对夫妻青梅竹马，女孩嫁给男孩时1分钱彩礼都没要，还为他生了2个孩子。但这个男人脾气极其暴躁，控制欲极强，动不动就对妻子拳脚相加。妻子实在无法忍受，选择了离婚。但男人不甘心，为了逼迫妻子复婚，他做了很多极端的事。他拿着刀架在孩子的脖子上，威胁说不复婚就杀了孩子。他带着2个孩子去河边，说不复婚就一起跳下去。妻子为了孩子，只能无奈答应复婚。但复婚后的日子依然是地狱。妻子再次选择了离婚。第2次离婚后，妻子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，开始在网上做直播带货，生活刚刚有了一点起色。结果有一天，那个男人趁着妻子直播的时候，冲进房间，将1整桶汽油泼在她身上，然后点燃了火。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昔日爱人的极端情绪之下。您看，这就是情绪极端的人，他得不到的就要毁掉，他控制不了的也要毁掉。他的逻辑是，如果我不能拥有，那么谁也别想拥有。这种心理是极度扭曲和变态的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履卦，卦辞说履霜，坚冰至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你脚下踩到薄霜的时候，就应该警觉，严寒的冬天，坚硬的冰层马上就要到来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当一个人开始表现出极端行为的苗头时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您就应该立刻警觉，立刻远离。千万不要等到真正的灾难降临时才追悔莫及。情绪极端的人有几个共同的特征。
第一，情绪变化极快，瞬间翻脸。第二，做事不计后果，敢做任何出格的事。第三，控制欲极强，不允许任何人违背他的意愿。第四，有暴力倾向，喜欢摔东西，甚至动手打人。如果您在伴侣、朋友或同事身上发现了这些特征，请您一定要远离，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，不要指望用您的爱去感化他。易经里还有一卦叫遁卦，逃遁的遁。什么时候需要遁？就是当你遇到危险，而你又无法抗衡的时候。面对情绪极端的人，您不需要跟他讲道理，因为他根本不讲道理。您唯一要做的就是遁，就是赶紧离开，离得越远越好。您的生命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特别是那些在感情中遭遇暴力的朋友，我要对您说，如果他打过你一次，就一定会有第二次。不要相信他的道歉和忏悔，那都是暂时的。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绝不会对你动一根手指。学会离开一个伤害你的人，不是软弱，而是勇敢。好了，听我讲完这5种人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心里发凉，觉得人心叵测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难道要对所有人都设防，变得冷漠孤僻吗？当然不是。易经教给我们的不是不信任，而是有智慧的信任。什么叫有智慧的信任？就是你要先学会识人，看清楚一个人，再决定信不信，信多少。您不能因为害怕受伤，就把所有人都关在门外，也不能因为善良，就对所有人都不设防。易经的核心思想是变异，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我们识人的能力也需要不断学习，不断提升。不能因为一次被骗，就否定了所有人性中的真善美。那么，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识别一个人？如何为自己构建一个正能量的护身风水局呢？我给您几个简单有效的方法。第一，要学会观。易经有观卦，就是观察。怎么观察？不要只看他对你怎么样，要看他怎么对待那些与他没有利益关系的人。一个人对你的好，可能是装的，但他对服务员、对弱者的态度，才是他真实人品的体现。第二，看他在突发事件中的反应。一个人的本性，往往在压力和意外面前才会暴露无遗。如果他遇到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，怨天尤人，那他内心必然缺少定力和担当。第三，看他言行是否一致。有些人话说得天花乱坠，但做起事来完全是另一回事。言行一致，知行合一，才是一个人最可靠的品质。朋友们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付出真心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倾囊相助。您要把您的善良、您的真心留给那些